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。今天是第51期。上期介绍的松本亨股票必胜学2代卡带的售价9800日元，在目前讲过的所有游戏里，只有光荣的几部作品和松本亨系列的2作卖到了这个价位。实际上，松本亨系列的发行方 Imagineer 和光荣一样，走的也是高定价策略。最早磁碟机上的 Wavejack 系列就卖得很贵，大容量的卡带加上额外的存储以及复杂系统会让成本上升，但这只是一个方面，其他的厂商也会遇到成本的问题。更重要的还是产品的定位和营销。要知道，起初光荣是准备按照14800日元的价格进行销售的，已经要和主机卖一个价了，经过协商后才降了5000日元。今天的这期也有一款9800日元的游戏，下面就进入本期的内容。1988年4月发布的作品。罗罗大冒险，或者叫洛洛大冒险，这是 HAL 在红白机上发布的该系列的第4部作品。由于游戏的命名方式很混乱，前3部都用了弹王子的命名，这3作分别在第18、39和40期节目里介绍过。从本作开始使用了罗罗大冒险这个名称，这一部只发行了 NES 的版本，没有日版，这也导致后来罗罗大冒险的续作日版和美版的命名差了一代。本作也是整个系列第一个 NES 版本，也就是说之前欧美玩家没有在 NES 主机上玩过这个系列。关卡的内容实际上是前几部做的汇编整合，游戏的设定和玩法也与之前基本一样。最终的目标要营救拉拉公主，在房间里收集所有的爱心图案，宝箱打开，拿到宝箱里的物品，敌人就会消失，通往下个房间的门或者是通道就会打开。与之前几部有些不同的是，宝箱里并不呈现钥匙的图案，而是变成了宝石，房间改为单向连接，到了下个房间就不能再返回，也没有分岔路和迷宫，变成了类似关卡的形式，完全专注于画面内的解谜。总共50个房间，分为10层，每层5个房间，敌人还是根据玩家的行动做出反应，利用场景里的绿色方块或者发射弹弹，用来对付敌人和解谜。右侧3个方格的一次性道具依然是建造桥梁、改变单行箭头的方向和用锤子砸碎岩石。通过50关之后，虽然还是会见到最终的 BOSS， 但这里不用战斗，直接播放一段消灭 BOSS 的动画。如果是现在再来玩这类益智解谜的老游戏，相比前作在房间里解谜还得兼顾房间连成了大迷宫、记忆路线，可能这种独立的关卡形式更能让玩家投入进去。整体的素质没有什么变化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竞技第6感，这是一款塔罗牌算命的游戏，之前也介绍过类似的红白机作品，但都是在日本发布。本作由 Rare 开发， TradeWest 发行，只有美版。游戏包装的背面还有警告说明，限14岁以上的玩家，而且仅用于娱乐。进入画面，输入玩家的姓名、出生日期和性别，然后游戏会询问用户想要得到回答的问题，接着电脑自动洗牌，并从中选出一张代表用户身份的牌，以及另外10张代表问题答案的牌，按照凯尔特10字布局分别放在10个位置上，每张牌依次被揭开，同时展示其含义，根据正者或倒者的位置不同，含义也有些区别。屏幕上有一个简要的说明，游戏同捆的手册里对每张牌也有详细的解释。前面翻开的这些牌并非直接预测未来，而是反映当前的总体感受，暗示可能的结果。最后一张牌用来揭示最终的结果。之后玩家选择美国的一个州，还能得到一个对应的彩票幸运号码。总共就是这些内容。本作在北美发售时的定位是多人聚会时的娱乐工具。我估计当年如果是真的对塔罗牌感兴趣的人，可能更愿意去买实体卡片。有人应该不喜欢这种电脑程序洗牌和发牌的感觉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加菲猫，加菲猫是世界闻名的漫画角色，关于他的游戏在本作之前已经有不少了。最早1984年在雅达利2600上发布，后来在电脑端也出了几部作品，红白机上只有这一款。
本作原名直译叫《加菲猫的一周》，由东和奇发布。在游戏里，加菲猫的伙伴小狗欧迪不见了，加菲猫要在1个星期的时间内找回小狗。横版动作的类型 ，A 键跳跃，B 键攻击。一开始的攻击方式是用脚踢，看了这个攻击动作，你就会了解它为什么会这么胖了。按方向键下，变成4肢着地的爬行姿态。画面的顶部有一个计时，一个生命条，血量初始状态下很少，通过获得牛奶和咖啡增加生命条的长度。加菲猫只有1条生命，如果挂掉，游戏直接结束。总共有9个关卡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天，周末的2天会出现2次。每个关卡被几道门隔开，在门的附近找到钥匙即可过关。有的关卡末尾会出现一个 BOSS， 过关后它的主人都会说一句话。画面的右上方显示4种攻击方式，除了用脚踢，还有扔骨头是直线发射，扔馅饼落在地面上像炸弹一样散开，扔葡萄干、玉米片相当于3项发射子弹。后3种攻击获得对应道具的弹药补充才能使用，其他的道具还有加速的鞋子和短暂无敌。另外鱼骨头是负面道具，如果拿了生命值会减少。所有的这些道具也包括了钥匙，都必须用加菲猫的脚碰到画面里对应的位置才会出现，再次接触才能获得。作为一款动作类型，很显然是垃圾游戏的水准。加菲猫的身体庞大，踢腿距离又短，而且经常分不清是你打中了敌人还是敌人打中了你。总共就8种敌人，关卡场景更谈不上设计，游玩的过程很难获得乐趣。个人评价1星半。龙魂新的传说。1987年，南梦宫在街机平台发布了飞行射击游戏《龙魂》。街机版的背景故事讲述了黑暗魔王扎维尔复活，抓走米德加德王国的公主艾丽莎作为他的祭品。王国的英雄阿穆尔化身成蓝龙，击败了扎维尔并营救公主。红白机的这个版本《龙魂新的传说》在系统玩法上基本沿用了街机原版，但在故事内容上是原版的延续，因此被认为是改良移植，或者被定义成续作。日版由南梦宫发行，90年还推出了美版，由万代发行。本作的故事发生在击败黑暗魔王扎维尔之后，米德加德王国恢复了和平，阿穆尔和艾丽莎结婚，并生下了2个孩子，公主爱丽丝和王子莱斯。一段时间后，超越扎维尔的邪神加尔达苏醒，于是开始了新的战斗。进入游戏后，从区域0的序章开始，控制阿穆尔变身的蓝龙，根据在序章中的情况决定后面的内容。如果在序章挂掉，进入简单模式，这时玩家控制王子莱斯变身成一条金龙进行战斗。如果完成了序章，进入标准模式，玩家继续用蓝龙阿穆尔进行战斗。2个模式除了龙的颜色不同，金龙的力量和速度更强，有一部分更难的场景在简单的模式中是不会出现的。故事情节和通关的结局也不一样。角色的攻击方式是喷吐火焰攻击空中的敌人和向地面扔炸弹2种。画面的左下方有一个血槽，多样化的能力提升是一大特色。击破场景中闪烁的敌人或者不同颜色的弹会出现升级道具，蓝色的球升级龙头的数量，最多3个龙头，每个都能攻击。红色的球提升攻击火力，可以多段升级。被敌人击中后，龙头数量和攻击力都会退化。除了攻击方式，还有道具变成其他的攻击类型，发射长条状的火焰，此时变成绿色的龙；发射多项火焰攻击，此时变成银色的龙。拿到 S 图案的道具会变成一个体积较小的龙，能缩小被攻击的面积，但火力更弱。还有道具能获得左右2条小龙，相当于僚机协助攻击。地面攻击也能获得能量炸弹，触发地震，攻击全屏的地面敌人。移动速度也能升级，最高4段，还有短暂无敌的道具等等。和街机原版一样，总共有9个关卡，末尾都有 BOSS， 通过一关都有一段简短的剧情对话。作为飞行射击的类型，如果单看红白机上的这一作，素质还是不错的，但街机版本身的评价就很高。此前 PCE 的版本已经先登录到了主机端，移植水准相当的好。红白机版晚了4个月推出，相比 PCE 版要逊色很多。可能在移植开发时，南梦宫就有清楚红白机版的差距，才加入了新的故事和模式。现在来看，简单模式做的其实比较鸡肋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
超能力行者，又是南梦宫发行的。在这个月，南梦宫一口气发了4部作品。本作虽然被归为冒险类型，但这是一部主题很特别的游戏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曾经有一股超能力的流行热潮，后来还一度传到了国内。本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。一个叫做青田一章的人为本作代言。这个人当时在日本的大众媒体上以超能力者的身份出现，也被称为超能力青田，表演的就是那些用意念掰弯勺子和精神控制等心灵感应的能力。玩家一开始在超能力学院，超能力青田作为你的导师，讲解一通原理之后，就要开始练习你的超能力。有3个项目：透视、念力和预知。第一个透视，一张背着的牌有5种不同的图形，用你的透视超能力看穿它并选择正确的图形。第二个念力，用你的意识控制打开电灯，然后按下 A 键看它是否真的打开了。第3个预知，5盏灯排成一排，预测并选择哪一个会亮起。3个项目要分别进行训练任务。平时在房间里选择画面右上方的 Feel 感知选项，再点击画面内的场景可以进行互动。在学院内参加超能力认定测试，成绩足够好的话就可以毕业离开学校。之后进入第2个阶段，来到城市，活动的范围变得更大。不过在城市里，不管是和人物还是场景互动，也都是测试超能力。测试的项目看上去变成其他的内容，但本质上还是之前的3种类型，像是透视物体的形状或者颜色，也可以尝试用念力掰弯勺子，或者是移动苹果。在街机厅预测龟兔赛跑的结果，画面的中间有一个 L 的等级和 PSI 的分数，在城市内完成各项超能力的行为之后，能积累 PSI 的分数，逐渐提升 L 的等级。当累积到最高级时，出现结局事件。很显然，这一切的项目都是基于随机的概率。如果通过了游戏又没有用 SL 大法，那你一定是超能力者。抛开其他的因素，单从一款游戏的角度来看，它的素质依然很差，缺乏游戏性， BGM 让人很不舒服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苍狼与白鹿，成吉思汗。苍狼与白鹿是光荣早年出品的又一款战略模拟类的系列，和三国志、信长野望并称为历史3部曲，总共出了4部。初代的苍狼与白鹿1985年发布，本作是官方定义的2代，原版于1987年在电脑端推出，实际上算是初代的更新加强版。3代于1992年推出，副标题为元朝秘史。4代1998年发布，应该是国内玩家接触最多的。这座红白机的移植版仍然是9800日元的定价，除了有日版，90年还发布了美版。这个系列以12至15世纪的欧亚大陆为背景，以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为主要的人物。本作开始有2个剧本，第一个征服蒙古，从1175年开始，只能选择铁木真，是一个单人模式。第2个剧本征服世界，从1206年开始，可选的君主除了铁木真，还有日本的元赖朝、拜占庭的阿列克修斯和英格兰的理查一世。游戏按照春夏秋冬每个季度为1个回合，每回合内所在地能发布3次命令，直辖的领地发布1次命令。君主有6项属性值：领导力、判断力、说服力、计划力、体力和武力。每次执行命令，属性值都会被消耗，需要通过频繁训练来恢复能力。后期领地多了，还要委任给血清武将。内政的概念和三国、信长不同，不需要手动选择开发，只需要将居民分配给城镇建设、城池建设、食品制作和特产制作，基础国力就会随着时间自动提高。士兵也属于居民，两者可以互相转换。特产有毛皮、贵金属、丝绸等等，可以用这些来通商赚钱。商人分为3种类型：维吾尔、穆斯林和中国商人，需要把握好他们的特点。血缘关系十分重要，有血缘的将领是不会背叛的，没有血缘的将领有背叛的可能，而且没有忠诚度的数值，如果要背叛是无法阻止的。生育系统也是本作的一大特色，和皇后一起生孩子，增加本族的成员，还可以选定继任者。在战斗的部分，依然采用了和大战略类似的交错式方格，每格有6个相邻的格子。部队有机动性高的骑兵，弓箭可以远程攻击，步兵可以伏击。地形除了城堡、城镇，还有山脉、森林、沙漠、海洋等等，
有不同的加成效果。当双方的第一部队相邻，有可能发生1对1的战斗，根据双方将领的武力、体力和判断力自动决定胜负。相比于信长和三国，苍狼与白鹿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战斗，当时在题材和内容上都很新颖，而且还有自己的特色系统，这也造就了一批该系列的忠实粉丝。虽然在一些数值设计和平衡性上还存在问题，但本作当年的评价相当的不错。不过和最初的信长与三国志一样，现在对于这种老式简陋的交互界面实在有些难以接受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恶魔人，南梦宫发行的一部漫改作品，原作是奇幻题材，由永井豪创作的经典老漫画，1972年到1973年连载于讲谈社的周刊少年杂志。TV 版的动画也是1972年开始播出。由于尺度问题和不同的受众，动画和漫画的故事内容差异巨大。漫画的原著讲述了寄宿在父亲朋友家的少年不动明，一天他被告知恶魔才是地球上的原住民，并且恶魔族将会苏醒，只有心地善良而坚强的人能与恶魔合体而不被其侵蚀意志。不动明在危机的情况下答应并跟恶魔安盟合体，成为了拥有恶魔能力和人类心灵的恶魔人。之后与恶魔族、人类之间发生了各种故事。游戏里的故事融合了动画和漫画的内容，是横版动作的类型，但在整个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对话，一些剧情和事件必须通过对话推进，并按照对话的内容执行相关的操作，有的人还得多次交谈才能触发事件。战斗的部分，常规的操作 A 键跳跃， B 键出拳攻击。画面的顶部红色横条表示血量，血条下方是怒气值。通过消灭敌人，怒气值不断的增加，从爱心逐渐变大到多个恶魔头像。通过开始阶段的剧情事件后，可以变身成恶魔人。变身后消耗怒气值用来发射火球，怒气值如果用完，只能出拳攻击。完成特定的剧情后，还可以继续变身成巨大恶魔人，这时跳起能飞行一段时间。画面上方还有一个人性量表，用人的头像表示，在有些场景会遇到选项，是否帮助途中被攻击的人，如果选择了否，人性量表就会减少，降到0，游戏结束。越往后，主角的血量上限和等级也会增加。另外，有时候可以使用其他的几个角色，不过他们的动作就只是普通的攻击和跳跃。本作是一个多结局的系统，除了保留漫画原作里的毁灭结局，还有一个在维持原作氛围的同时成功拯救人类的结局。这是一部完全粉丝向的作品，作为动作游戏来看，各个方面都很粗糙，人物动作、攻击判定、敌人的设计和场景制作的水准都不怎么样，而且由于有触发事件，很难像常规的横版动作游戏那样正常的推进，时常会陷入到不知道下一步去哪的困境，场景也容易迷路。但由于有大量的故事情节，而且很好的结合了漫画和动画，还有高水平的改编结局，这些内容受到了原作粉丝的热烈欢迎，评价颇高。整完了这个介绍，倒是激发了我去看原作漫画的兴趣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市中心热血物语，也直接翻译为热血物语。Technos 发布在红白机上的热血系列的第3部作品，本作是针对红白机开发的，不再是街机的移植版，有日美欧3个版本，之后也推出了电脑端和 PCE 的版本。作为经典游戏，还以复刻版和重制版等形式登陆到后来的各大主机上。本作的类型属于横版动作，并融入了一些 RPG 的元素。日版的故事设定在第一部热血硬派国服军的故事之后，热血高校的国服军救出朋友过去了几个月，被誉为超级高校的冷锋学员利用双龙兄弟转学的机会，控制了邻近的高中，壮大势力。国服军的老对手阿力，他的女友真美被冷锋学员带走，于是两人勇闯冷锋学园。NES 的版本更换了人物角色的名字，图形上主要是换了服装，校服变成了牛仔裤和 T 恤衫。故事的框架和日版差别不大，开始画面除了选择单双人，还有设置信息的速度和3种游戏难度。NES 版去掉了简单难度，操作上和第一部稍有不同，动作不再随方向变化， A 键出拳， B 键踢腿，同时按下 A、B 键跳跃，连点2次方向键冲刺，组合起来能使出跳踢、冲刺拳等动作。
删除了抓取技能，取而代之的是敌人硬直后可以用上勾拳和上踢等动作，捡起掉落的棍棒、锁链等道具也能作为攻击的武器或直接投掷出去。与敌人战斗时还有对话，击败敌人后掉落钱币，来到商店街，用身上的钱可以购买食物恢复血量，有的可以作为道具保存起来，在合适的时候使用，还有的可以提高人物的属性值，包括出拳、踢腿这些基础的攻击。来到书店，花更多的钱解锁新的必杀技动作。游戏里没有明确的关卡区分，多张地图连接在一起，相邻的场景可以反复的来回刷。不过地图并不复杂，大部分是线性的。敌人以制服的颜色区分，代表9个不同的高中，每个高中都有自己的 BOSS。有一个密码保存用于储存角色的状态，也就是说能用密码直接开启最强状态。另外，人物有一个气力的参数值，当气力足够时，即便体力值变为0也不会挂掉。在初代的国服君和双截龙1代的基础上，本作继续发展，又由于是直接针对红白机开发的，内容上更加适配，战斗元素丰富，可玩性相当的高。商店街购物也很多样化，敌人除了名字不同，还有独特的个性设置，但可能是有角色成长、攻击力的设定有些不平衡，主角的血条掉得很快，人物走到接近边缘，画面才会滚动，有时会反应不及。另外还有一些 bug， 虽然算不上完美，却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动作作品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屠龙记2暗之封印。初代游戏《屠龙战记》是1987年1月发布的，在第18期介绍过。和初代的街机移植版不同，这部续作是直接针对红白机开发的，只发行了日版，在系统玩法上和前作有很大的区别。故事的时间设定在上一作之前，初代的主角克洛维斯还没有出生，魔之龙王偷走了劳伦斯王国的善恶之剑，为了夺回宝物，勇者卡尔开始了冒险。本作变成了俯视角的动作类型，进入游戏后出现一个大地图，有一个提示告诉玩家这个地图上的建筑类型和存在的道具，控制主角进入任意一个建筑，都会来到迷宫。在迷宫里，未探索的部分是不可见的，走过去后才能探明场景。主角用弓箭射击，这是他唯一的攻击方式，剑支的数量是有限的，通过在地牢迷宫里拾取道具进行补充。地牢的怪物即便在看不到的地方也会发动攻击，每个迷宫有守卫的 BOSS， 击败它掉落物品或者是钥匙，然后可以离开。通过的迷宫建筑会从大地图上消失，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前进，完成迷宫，清理地图上的建筑，一直到达龙王所在的龙山。通常到达龙山不只有一条路，也并不一定要清除全部的建筑。龙山的迷宫里要消灭巨龙，找到并攻击它的弱点，能很快的将它干掉。完成后播放一段屠龙的动画，并救出一名少女。之后进入下一张大地图，总共有6张地图，目标都是消灭龙山上的龙王。后面的地图更加复杂，这种逐渐复杂的循环模式和初代类似。地牢里的行动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当超过时间限制会被一种蜈蚣怪物攻击。人物的剩余生命值根据衣服的颜色判断，被攻击后从蓝色到绿色，再到黄色，最后是红色。红色再受到伤害就会挂掉。地图上建筑的类型有墓地、塔楼、洞穴等6种，还有森林、沙漠和湖泊这类障碍。船、斧头、锤子和骆驼这类道具用于穿越障碍。在地牢迷宫内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剑支、钥匙，还有火焰剑能发射3次，盾牌一段时间无敌，妖精有回血的效果。未受伤的情况下，连续收集4个妖精获得奖命。完成全部的6张地图后，出现救出公主的结局。这个游戏很奇怪，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过，但估计这应该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。大的框架搭得很好，上一作的渐进循环模式在这里也有了发展，有些现在肉鸽游戏的意思。画面绘制很精细，还有动画，但具体到细节相当的空洞。一个地牢就稀稀拉拉的几个怪物，而且除了地牢的颜色看不出太大的差异，甚至连 BGM 都没有。主角是一个勇者，但只能用弓箭。前作里差异化的特色场景、丰富的装备道具和魔法也都没有体现。作为一部续作却没有继承优点是不正常的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这部作品展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单调乏味，缺少乐趣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
神圣战记，这是艾瑞姆发布的一款横版动作作品。游戏名字来源于80年代美国重金属乐队迪奥发布的一张专辑名称。游戏里的主要角色名字也都来自于乐队的成员。在红白机生命周期内只发布了日版，由于游戏在欧美的名气很大，在2018年由 Retrobit 发布了 NES 版。在魔法世界，由于地下黑暗帝国的魔王黑色屠夫的入侵，深红王国正面临毁灭。深红王国的国王罗尼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，将2个尚在襁褓的儿子兰迪和扎克托付给他忠实的仆人奥兹，逃往另一个维度。在经过17年的魔法训练后，为了击败黑暗屠夫和他的军队，兰迪必须夺回5个深红徽章。但此时扎克突然失踪，奥兹也已经去世，兰迪必须独自对抗黑暗屠夫。游戏在风格上和恶魔城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控制主角兰迪 A 键跳跃 B 键攻击，普通的攻击方式是投掷火球，也可以垂直向上发射。画面左上方的红色格子表示血量，下方一行的 M 表示剩余的魔法点数，按选择键切换成魔法攻击状态，此时人物变成淡蓝色，攻击消耗魔法点数。一开始只有一个双火球魔法，随着关卡的推进，击败 BOSS 得到新的魔法，包括暴风雪、水浪、超速齿轮和雷电。有几种永久提升能力的装备，获得手镯能击破砖块，鞋子增加跳跃力，法杖降低魔法攻击的消耗，防护披风增加防御力，还有恢复道具，基本上红色的是恢复血量，蓝色的恢复魔法值，也有提升生命和魔法上限的道具。总共有6个关卡，游戏以高难度而闻名，尤其是最后2关，关卡长度也比前面的要长很多，需要合理并灵活运用各种魔法对付敌人，而且有些地方必须要使用魔法技能才能通过。后面还会化身成飞龙进行战斗。这部作品奇幻的氛围营造得很好，敌人角色的设计配合上场景和 BGM， 代入感很强。虽然难度很高，但关卡的设计还不错。敌人的行动模式也很丰富，操作的流畅性上差了一些，人物动作有些慢，跳起后在空中和被攻击时击退也比较缓慢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赛马模拟本命，日本物产推出的赛马模拟软件，和之前介绍的松本亨股票必胜学不同，这盘卡带并不算是一个游戏，也没有那些游戏的元素，而是专门用于模拟真实赛马比赛的结果，售价同样高达9800日元。这种类型在红白机上首次出现，后面还会有类似的软件。总的来说就是输入各种参数，然后预测结果。开始有3个选项：场地数据、赛马资料和比赛。在场地数据里设置比赛场地的各种信息，首先是比赛地点，在日本的10个不同的赛马场，然后设置是草地还是泥地，再选择比赛距离，还有马场的状态，从良到不良4个档次里选择，设置比赛的编号和参加比赛的马匹数量，还有一个天气的设定。在赛马资料里，相当于给马匹建立档案，除了输入马匹本身的资料，像是年龄、负重、跑步风格这些，还要输入它过往的成绩，包括不同比赛场地的表现，还有近期参赛的状态等等。全部设计完成后，用第3个模拟比赛，有一个画面呈现整个过程，并给出模拟的结果。不知道当年是不是真的有人用这个软件模拟然后下注，但放到现在是找不到任何的价值的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童话物语 SoftPro 针对磁碟机系统发布的一款战略模拟作品。这家公司在红白机上发布的游戏不算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磁盘版。本作也是该公司最后一款红白机游戏。虽然 SoftPro 的游戏评价不算高，但在系统和玩法上大多有些特色。在第33期节目里介绍过这家公司的一款战略模拟游戏19，和本作虽然在故事设定上没有什么关联，但游戏系统基本上沿用了19这部作品，算是它的续作。宁静的小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，周围环绕着河流、泉水和田野，村子的孩子们快乐地成长着。但有一天，一头猪跑来占领了这里，于是孩子们决定联手和猪对抗。游戏分成5个章节，每一章是一个单独的地图，在14×10的方格内控制孩子们和猪战斗，目标是要保护我方的房屋，同时清除对方的营地。采用回合制的方式，双方单位轮流移动，
我方单位在地图上以蓝色的圆点表示，每个圆点里包含1到3个人员，敌方为红色圆点。当两支队伍在地图上相遇，切换到战斗画面，分别控制每个成员，以6边形方格的形式，可以朝6个方向移动。右下方有每个部队的5项属性值 ，P 是体力 ，H 是耐力 ，A 是攻击力 ，D 是防御力，最后一个 M 表示移动力。体力或耐力变为0，部队就不能战斗了。和之前的战略游戏19一样，分别对每个成员下达完指令之后，所有的人一起同时进行动作，因此这也是一个预测对方行动的游戏方式。行动的指令包括了朝前后方向移动、左右旋转、移动攻击、攻击等等。攻击又分为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。直接攻击使用剑和棍棒等近距离的武器，间接攻击有鹅卵石和弓箭这种射弹武器，以及炸弹这种投掷武器。前作的昼夜循环系统也被继承下来，在夜晚战斗视野变差，不能看到远处的敌人。另外，基于多个章节，本作还有人物成长的元素。通过一章后，我方单位根据战斗的表现获得能力增长，能力提升时还能看到一个 CPA， 是特殊能力的等级，大致相当于在特殊的地形移动时消耗更少。相比于上一部作品的缺乏内容，本作在内容上有5个章节，还算比较充实，系统玩法上的特点延续了下来，还加入了升级元素，整体的可玩性还是不错的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89年4月份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，还请多多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